间地点都一样嘛，付费讲座，对不对？好，可以。好，大家好，这里是方世清线上会客室。今天是民国113年8月30号，我们第53次的直播。那今天看到方医师精神满满哦，那是因为方医师之前跟全家带着全家到曼谷旅游啊，到曼谷哦，真的是旅游胜地啊，泰国文化没话讲哦，吃的东西一级赞哦，所以肚子会稍微大一点，所以赶快把它遮住这样。那这个礼拜呢，也错过了这个我们台湾的大戏了哈，台湾竟然这个新闻节目比电视剧节目还要好看哈。那大家每天守着电视在追下一部的剧情，那大家知道我讲的是谁哈？那柯文哲这个算是我的老师啊，以前我在念台大医科的时候，他就是以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来惊吓大家这样子哈，那算是我的老师。那以前呢，这个我上那个江敏清的中广的节目哈，他一直要我用神经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柯文哲老师的心理状态这样。那我当然不会跳进他给我挖的坑啊，好，所以几年前我就不愿意配合啊。那现在看起来时机已经成熟，好像是可以配合了哦。那我本来想要做这个时事专栏哦，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我们柯文哲老师，那他完全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他是很有这个教育价值的。当然，我今天还没有打算要上场哦，这个柯氏的大戏。那我先讲一个柯文哲的笑话好了。那我们柯老师哈，这个心里就很不平静嘛。那有一天就去找一个师傅啊，那这个师傅呢就说：“来，我给你一个袋子，你到前面去扫那些树叶。”好，那这个柯老师就觉得说：“这不错啊。”那他就去扫，那把树叶呢一直装到袋子里，他装了很多了，然后就回头那个看看师傅，那师傅就跟他说：“你再装啊，你再装啊，你再装啊。”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有这个3个单元哈。第一个单元呢，我们延续我们之前，不过讲我这节目之前，我要再提供一个讯息哈。我们9月26号，我们的图像心理疗愈法，用图像疗愈来治疗以前的创伤、持续的焦虑，然后身体呢这个到处不舒服，但是找不到原因。这个图像疗愈法，这个讲座啊，这个实体面对面的讲座，我们又开办。那在9月26号，9月26号这一场，9月26号是礼拜四下午，哦，9月26号在台北的一个古迹哈，叫济州庵，然后下午的时候我们办这个付费的讲座，是要付一点钱的，然后小钱而已啦。那现场呢，方医师跟大家做图像疗愈的治疗。好，如果有兴趣的人呢，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然后在下面留言说我想要参加，好，那他就可以帮助你报名。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有3个单元，好，第一个单元就是我们持续关心儿童的心理学，童年的心理学，也就是儿童加青少年的心理学。那今天这题目是非常精彩的哦，叫做认真教养，你教出老板还是打工仔，非常的棒的一个题目。好，那第二单元呢，我请到这个也算是明星级的哈，久违的明星呢，叫柴智屏小姐。柴智屏小姐，大家这些年轻一辈可能有点忘记哈，以前的 F4 啊，流星花园的 F4 的经纪人柴智屏小姐。那经过多年的调养哦，她想要把这个调养的心得呢跟各位分享，那待会她就会上场。那最后呢，我会跟柴小姐一起来做这个观众问题的这些交流。好，那我们进入第一个单元，童年心理学第4集，认真教养，教出老板还是打工仔？教出老板还是打工仔？好，
好，那现在呢少子化了，台湾现在才10几万人出生呢，那以后每年少于10万人，那这个岛真的是年轻人就很稀少呢，所以这些小孩啊，每个人都是宝啊。那父母也非常重视教养啊，现在有人生1个2个都生少少的，每个人都把他教成人才。但是你认真教养的这个大方向呢，你是要把你小孩子教养出老板等级的创业家，还是帮别一个老板培养打工仔、工程师、律师、什么什么师，甚至工产线的工人？你要帮别人培养打工仔吗？还是把小孩子养成创业家？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啊，今天这一集你一定要仔细的看。那方医师直接抛出这个重点来了这3个重点就是安全的探索、多元的自我、协商的秩序。你不要看这几个字每一个字都是那个秘籍啊，都是绝招啊。如果你可以深切的体会你小孩子就有机会教养出老板来。所以方医师今天分享这3个绝招，教养出老板的小孩，小孩变为老板。好，那我们来进入第一个，安全的探索。探索安全探索是怎么一回事呢？来下一张。好，这张图呢是一个示意图。你看有一个像爸爸一样的人然后望向这个小孩，一个婴儿在地上爬，那有一只狗。那你平常带一只狗去公园遛那狗很开心呢，你一放出去它用跑的呢，但是狗会不会乱跑？就跑不见了，跑到几公里外了，就离家出走了。它不会了。这个狗它跑会绕着你主人这边转圈圈时时刻刻看着主人有没有在注意它，或者主人到哪里去了。狗是这样子在跑的呢，它不是瞎跑乱跑。结果如果你把小孩子或婴儿你给它放在地上，它还会爬呢。那你的婴儿在爬的时候它都会回头望说陪伴的人有没有注意着它。如果有注意着它，这位婴儿就会爬得比较远，勇敢的去探索比较大的范围。如果没有人注意着他，或完全没有人，他就不敢乱爬，在小小的范围内。所以安全的陪伴，有关注的陪伴，可以让这个婴儿发挥他的探索力。所以探索跟安全是在一起的。你要让他去探索，前提就是你有安全的陪伴。好，下一张。所以安全的陪伴呢，产生探索的勇气如果你父母呢都不理你，你什么都不敢做，小小的年纪像婴儿一般，怎么敢去冒险呢？所以父母的责任是什么？让小朋友觉得他有被关注到，那他就敢去探索摸索。在台湾呢，要么就是管得太多，要么就管得太少。管得太多就是不可以去，不可以去。那边很危险，不可以，什么都不可以。那在西方的父母有时候他们让他跑来跑去的呢，但是他也有在注意的。所以更大的探索需要更大的安全的关注那有一些那个所谓的比较开放的学校那学生学习也是自由的学习的。上次方医师提到这个陈延平校长的全人中学，那让学生呢可以自由选择说要不要进来上课，要上什么课。那学生的自由度这么大，他就必须要有非常负责任的提供安全的老师所以老师的责任越大然后学生的这个探索的这个领域就可以越自由。那这里面有来下一章，这里面有3个重点可以跟各位分享你要让小朋友在可以承担的范围内去冒险，这个习惯在小时候就要让他这个养成可承担的程度去冒险。那前提就是你有安全的陪伴嘛。那他去冒险的时候，有时候会做错，你知道小朋友他每年那个电源他都想要把手伸进去看看里面是怎么样的呢那他们火还会去摸一下的。如果没有摸到那个火，他还不知道是烫的，
所以人啊，首先被火烫过，才知道火是烫的。所以常常父母以为说啊，先做先赢啊，先做先赢，先去给他补英文啊，起跑点要赢人家嘛，甚至补数学，补什么还没有念小学就先去补好像要先做先赢先跑先赢方医师说哦，先错先赢啊，先体验过这是错的，才叫赢啊。以前方医师的那个家庭在南部很保守我到国中还不晓得怎么坐火车那我要到那个，比如说要到台中，然后那么多站我不晓得说我的车票是要买到哪里，我以为全部都要买，这么土你看。那方医师来台北念大学是第一次进台北城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台北城，所以我很少有试错的机会试错的机会。所以方医师跟各位讲，在可承担的风险下先错先赢那家庭跟学校就是提供这样子的机会嘛，让他有错的机会嘛，累积错的机会嘛，要不然这个成本进到社会以后是很大的。那再来就是说，你给小朋友的学习比他会的再稍微难一点点，比他会的再稍微难一点点，不要难太多，难太多小朋友会学到学习的无助因为既然做不到了，他就不做了就好像叫你从这里走到台北车站，你走得到，但是叫你从这里走到垦丁你就不做了，太远了，直接放弃所以你要给他难一点点，但是不要难过头。下一章来，那方医师说你不要把那个本来是一头狮子你把它这样子养成羊你不要把狮子养成羊那也不要把这个人家说人家说这个养的老师是养不出狮子来的，养的老师是养不出狮子来的所以前提就是说，你本来儿子小孩是一个宝结果呢，你一直要规矩，一直要乖，一直要服从，他只会把狮子呢驯化成羊所以方师这张示意图有一只狮子结果他把它当羊在养你说他狮子的本性是不是就不见了？好，第二个单元方医师要提到的就是多元的自我，多元的自我。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多元的自我来下一章。法国的一个儿童认知的心理学家，他有一个认知发展理论那这位心理学家叫做皮亚杰那皮亚杰呢，他提到说小孩子是2岁到7岁，也就是说在小学以前他的认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他没办法考虑别人的立场的，他想什么就以为全世界想的都跟他一样的。到11岁以后7岁到11岁之间他是就像在念小学这个阶段，他是开始要去理解，他可以发现别人的想法是跟他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想法是什么？到11岁以上，就国中、高中以上，他开始可以做抽象的推理发现人世间的道理这样子。来下一章，那我们以皮亚杰的认知理论来教养我们的小孩我们不要一开始小时候就说你要理解别人的想法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他的大脑的发展发育还没有办法理解别人的想法，他只能够发展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小学之前，你要鼓励你的小孩说出自己的想法，你还不要想说别人的想法是什么道理是什么，他还没有办法，他只能够讲出自己的想法。可是7岁以前能够有什么好的想法？所以他每次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就被聪明的父母打枪，觉得他很幼稚。他本来就是小孩了本来就很幼稚的然后你还笑他很幼稚，然后拼命想要灌输自己的想法，然后叫他背起来，然后重复模仿你的想法，
这是很有害的。小学的时候吼，任何的小事情，你要鼓励你的小孩，说出他自己的想法，就算不管他的想法多么破碎、多么幼稚、多么微小，你要一点一滴的挤出来，培养他，给他耐性，然后讲出他的想法，这个是很关键的哦。好，那如果这件事没有做好，这个人一辈子啊都是没有想法的人。比如说你要去哪里玩啊，随便；你想要中午吃什么啊，随便。哦，男朋友要选哪一种的，随便，只要是男的就好了。哦，就是产生这种没有想法的人。然后到了那个国小的时期啊，你要鼓励他了解别人的想法，因为这时候跟人家互动是多的嘛，而且这个时候大脑的认知发展呢，也是以了解别人的想法为主。所以有时候跟人家吵架，哦，你可以讲讲哦，我好生气啊，他都笑我、骂我、打我、踢我、丢我。你让他讲完之后，你问他说：“那为什么对方会想要打你、踢你、骂你、丢你呢？”然后就说：“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很坏呀，哦，然后怎么样？”你不管他讲什么，你鼓励他把别人的想法陈述出来，帮助他去理解别人的想法。啊，有时候他会抱怨说：“哦，老师很凶啊，老师怎么样啊？”那你去问他为什么老师要这样，为什么别的同学要这样，这非常的重要，可以理解别人的想法。到了这个国中、高中以后啊，开始念一些比较难的物理、数学啊，哦，那就要了解这些宇宙的道理，了解道理，哦，这是另外一回事，哦。所以前面呢，不管是鼓励自己的想法，或者鼓励理解别人的想法，这都是父母的责任啊。因为在这个阶段，国小前、国小大部分都是跟父母在一起，所以父母要非常的有耐心，帮助他培养认知能力，而不是填充或灌入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课本的想法，那都不重要，好不好？到第三，协商的秩序啊，秩序是协商出来的呢，不是有人规定的呢。谁规定的秩序，然后每个人去遵守，那这是独裁，这是暴力呢。好，来下一章。那我们常常讲说管理，有时候只有管而已，没有理呢。管而不理呢，管而无理呢。所谓的管而无理，管而不理，就是一切都听我的，我是老师，我是父母，我说了算。好，以前就是这样，照规矩来，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好协调的，一切以方便为主。谁方便？管理者的方便，也就是父母跟老师。说我叫你去睡觉，现在就马上去睡觉，那为什么现在要去睡觉？我说的就算，没有为什么。哎。不可以去那边玩，为什么不可以去那边玩？我说不可以去就不可以去，那这是谁的方便？是管理者的方便。我们如果用这样是培养不出老板的啦，你只会培养出听话的打工仔，一切都听爸妈的，那每天都压到底，那直到他长大还骂他说：“你怎么不会独立？你怎么那么不独立？”你的教育方式就是逼他听话嘛。他小时候听你的话，他这个到学校听老师的话，那长大呢，如果是女的听老公的话，然后呢上班听老板的话，然后等到老一点的听师傅的话，那一切都是听话，那就是打工仔的生命力啊！打工仔的责任就是听话。那我们要管理啊，我们要协商的规矩啊，协商的规矩，比如说。我们10点睡觉好不好？你10点去睡觉，然后小朋友说不要，我不要玩，我还要玩。那你就跟他协调说，那你要几点睡觉？那我要再玩20分钟。好，那你就跟他协调这样子。那类似的情况，虽然这种协调协商是比较没有效率的，但是你就是在培养一个老板嘛，培养一个团队嘛，这个个性他以后出去创业，他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找团队的。所以你要养成老板还是养成打工仔，就看你怎么样去那个管理。好，所以下一章，所以方医师说你要养出一个老板是需要代价的。你每天叫他说去背英文单字，去做功课，什么都不要玩，就是拼命做。那照妈妈讲的话，你这样子就是在替别的老板教养出打工仔很可惜拼了一辈子，补习
念书、守规矩、听话，你只是帮人家养打工仔而已啊。那你今天要养出老板，你不用付出代价吗？你要跟他协商，你要安全的陪伴，让他有探索的能力，对不对？这都需要花时间、花代价的。好，那你要培养他多元的人格，可以看清楚自己，看清楚别人，这都是需要时间、需要耐性的，好不好？好，那最后方医师提到我把它整理刚刚那个就是有序的，就是一个好的教养的方式啊。那以下我提的这6点，就是扭曲的教养的方式啊。那我比如说安全而不探索，一切都是安全就好了。有些小孩你把他放在那个婴儿车里面或那个篮子里面给他放一整天的呢，他都没有地方可以去呢。虽然让你教养的很方便他都不会跑掉嘛，因为有那个婴儿床的围栏啊，他都没办法跑掉，但是他也失去探索的能力了。所以你过度重视安全，他失去探索的能力。好，那有些人是不管的让他乱探索让他产生危险然后这个不安全，这都是比较极端的那有些人多元而无自我，说你要想别人的想法啦结果自己都没有任何想法。你应该先培养他自己的想法，然后再去让他了解别人的想法。那有人是过度自我的想法，自己想法一大堆，明明又不对，明明又没有体谅到别人，自己都不知道。最后常常跟小孩子协商，讲半天没有结论，没有秩序感没有规矩。那有时候是过度重视规矩这规矩谁定的有某个人定的，某个管理者定的，那没有经过协商，这些都是比较扭曲的教养方式。那最后呢，大人本身需不需要教养？如果你第一人生自己已经被不管怎么样的扭曲教养了，你等到你的第二人生，大概50、60岁开始吧，你的第二人生呢就要开始教养了。所以方医师最后提到这一章这是大人版的第二人生大人版的第二人生的教养。这个教养是谁教养？自我的教养。那什么叫大人版第二人生自我的教养？你会不会到这个年纪，你家庭也稳定了这个夫妻关系稳定，那小孩子毕业了，然后自谋生活了，你的经济也稳定，工作也稳定，那一切都稳定，你每天就干嘛？就上routine的班，然后呢，每天看固定的电视虽然节目内容是一直在变你每天过一种舒适而安全的生活，是不是让你少了探索的勇气了？你不敢尝试新的连出国去玩个几天，你都会担心好几天所以你的舒适圈待太久了，你已经失去探索的能力了。给自己一点点负担得起的探索的这个一个任务，好不好？那你会不会太自我了？你有点本事了，你有点想法了，你遇到这些晚辈你都不听他讲，马上把自己这个独一无二、超越的想法直接覆盖自我。那你要慢慢过着把我先压抑下来，听听看别人的想法，融合别人的想法，用你的能力去看到别人的优点，帮助别人的缺点，而不是用你的能力去发现别人的缺点那张扬自己的优点。所以自我要变成无我。最后你需要很多规矩。如果你当主管老板你都以为你吃过的盐都比人家吃过的饭多所以你用你成功的经验要复制在别人身上。你的秩序是你以前经验累积的，但是你没有在管这个现实的状况、别人的想法，所以秩序呢也要透过这个协商那这个都是很关键的那以上就是方医师讲的大人版的第二人生的自我教养。那这是今天的节目希望呢在教养孩子方面你早一点上手早一点抓紧大方向，不要在一些枝枝节节上去计较。那你小孩子呢成为像这个创业家一样，而不是成为一个优秀的、认真勤奋的打工仔。以上分享，谢谢各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的贵宾今天的大贵宾柴智屏小姐，请柴智屏小姐上座。
好，那柴小姐还在调整那个手机哈。好了，来了，来了，嘿。难道我不是应该反过来，然后我会看到，看到我自己跟你，然后我也会看到我的朋友是不是在线上啊？哎，这可以别上去。你来别好了，顺手。啊？那个镜头没有对到。是，它难道不应该放在中间，然后放在中间，然后，哎，放中间，然后它应该反过来，我才会看得到有谁在线上啊，不然我怎么看得到谁在线上？啊？Hello，应该是你整个转过来啊。好，那这个我们再做一些微调哈，把摄影机弄好。那这个，你们也喝个水哈。对，然后其实应该整个摄影机转过来就好了，不然我们扭那边上面扭很久，歪歪的。好，那我们线上的观众哈还在哈？开始了吗？哎，已经一直在录了啊，我们观众一直在看。哎，那我顺便，哎，往这边。对，这椅子有点矮哈。还是你比较，好，大只。我们现在讲的都在这个荧幕上哈。哎，直播就是这样啊，它是很生活化，也很真实啊。对。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贵宾哈，柴智屏小姐，柴姐好，哎，可以叫你柴姐吗？哎，可以啊。这个柴是这个废柴的柴吗？都可以啊，还柴契尔的柴。柴契尔的柴，对啊。那智慧的智，柴可夫斯基的柴，智慧的智啊，有智慧的柴姐。哎，这个屏呢是屏东的屏啊，不是屏障的屏。好，所以是柴智屏小姐。哎，屏风的屏啊，屏风的屏。对。那柴小姐可能很多年轻的一辈哈，这个有眼不识泰山。哎，她是早期哈非常有名的，算经纪人哈。早期我们 F4 就是由你带领的嘛。有2代 F4 现在年轻人一定认识，很多认识王鹤棣啊。王鹤棣是第2代的 F4。是。所以不会了，小认识。那我们今天不是来谈那个影艺界的新闻啊，因为影艺新闻方医师也不太懂。那我跟柴姐啊，这个聊了一些关于养生的事情。那我非常的惊讶，她对于这个养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很大的见解这样子。那我要赶快把她的这个人生奋斗的过程呢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主题啊。早期呢，演艺界的生活应该很紧凑，然后造成一些失眠的一些问题吧。有啊，以前我都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影剧圈应该是一个神经病聚集的地方。因为我们刚进影剧圈的时候就发现，哇，每个人都抽烟，每个人都喜欢吃麻辣锅，然后每个人都喜欢喝酒，还有熬夜，男生还要吃槟榔，是哈，有的女生也吃，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坏习惯，都在影剧圈。简直就是一些艺人嘛，异常的人。对啦，但我觉得明星有些是很自爱的。我是说幕后的工作人员、附近的常常都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有一句话说什么“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畜生用”啊。所以里面像动物一样这样子，动物园一样。那如果大家是这样子的生活形态，压力会很大。那你有没有被影响？我当然被影响。你是属于那里面的比较乱的，还是不乱的？这么说，我是一个有自己的标准，对，有自己的秩序，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违法的不做，不违法的就做。比方说抽烟，是一定跟着大家抽的，对不对？因为烟酒公卖局就卖烟嘛。但是如果跟小鲜肉吃晚餐的事情，你是不做的。小鲜肉，我们那个年代，小鲜肉你是指艺人吗？还是帅哥而已？都可以，帅哥一定要去跟他吃饭呢。是。他如果邀请我吃饭，我为什么不吃饭？但是艺人的话，老实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机会去跟艺人吃饭。是哈。他要请我们吃饭，无非就是说，慰劳你工作辛苦，或者是他为了要想上节目，想要跟你讨论内容。了解，对。所以也是一个算是工作的一个延伸了哈。
那平常有失眠的问题吗？以前从来没有，以前在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困的时候，在华视摄影棚的衣柜有没有？这么小的衣柜，对，躲进去也可以睡得着。哦，那后来到底有没有发展出失眠的问题？从失眠应该就是开始，就是从当老板开始，就是当你开始要管理一个公司，你就发现天哪，不是做节目那么简单，跟几个人抽烟，对，然后聊聊天，想出一些 idea，然后把它做出来就可以了。是。可是当老板以后，我就正式开始失眠，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想，连晚上睡觉前也开始在想。因为我完全不理解什么叫做合约，我也看不懂财务报表。是哦，可是你却要扛负整个公司的各式各样的责任。OK，对，所以心理负担很大，就影响到你的睡眠。那时候经过那几年的失眠，你是怎么样？你是使用安眠药吗？我刚开始当然不会想吃安眠药，就是反正到了天亮就睡着。对，因为有时候写剧本写到天亮。哦，后来是发现开始睡不着了，自然而然就会说，朋友就会说，哦，睡不着啊，睡不着就买个安眠药来吃。是，所以那时候就一直使用安眠药，最多吃到几颗安眠药啊？我印象中先从半颗开始吃，然后1颗，最严重的时候，因为我吃了6年，6年的中间最严重的大概有吃到3颗。哦，3颗是很累很困，一直打哈欠，然后一直流眼泪，可是还是睡不着，因为脑子里面还装着前面写剧本里面的剧情，就停不下来了，停不下来，对不对？好，所以就好像火车进站啊，那个冲力太大，停不下来。安眠药3颗有把你关掉吗？什么把我关掉？就是把那个脑袋关掉吗？3颗的时候，有时候吃到3颗的时候，是真的整个就昏迷了，然后醒来的时候还在昏迷，是这样子哈。对，所以你还在精神在恍惚的状态里面。要么就是药效不够，要么就是吃到昏迷这样子。所以安眠药其实也算有好有坏了哈。所以那时候吃了一段时间安眠药，有好是，现在回想起来，好处就是马上睡着，马上睡着，坏处就是这个有点上瘾的现象。对，但我现在完全不鼓励安眠药，因为安眠药其实是用药物，然后强制你自己的神经要关机啊，它没有你自己的秩序。对，那为什么有这么大决心说要把你安眠药停掉？啊，我安眠药停掉不是因为是我要把安眠停掉，人都是这样，人是惯性的动物。对，你吃安眠药吃习惯了，你就会觉得你不吃安眠药，你就是睡不着。是，它就算是一个仪式感，对不对？就算家人把它偷偷换成维他命 C，我都不知道，我说不定我吃了维他命 C，我还是会觉得那就是安眠药，有可能有帮助这样。对，所以那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你的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找到其他的方法来取代你的安眠药。我是因为生病，我在就是2008年7、8年开始，对，我就严重的生各式各样的病。有什么肠胃的问题、呼吸气道的问题、气喘，然后免疫系统、荨麻疹，然后包括女性的那个子宫肌腺症，等等等等等等的。那时候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医生，而且是看不同的医生。所以那时候看了好多医生，吃了很多药，对，整个身体都乱七八糟的。那重点是我还没办法吃药，因为我胃不好，所以吃了药还会胃痛。所以你后来想了一些釜底抽薪的办法，是不是？想说，当然那个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嘛，就比方你后来发现吃饭后要3餐饭后要吃药，但是如果有6、7包，你要先从哪一包开始吃？然后吧，今天先吃这一包，那下一餐再吃另外一包，好像这样也没有药效啊。那有一天就火大，就把6、7包全部丢到垃圾桶去。了解，因为你每个器官只要开个3、4颗药。那你就变成10几种药在吃了，对，那也很可怕。好，那到最后你一生气丢掉，但是你怎么活过来的呢？我其实那时候有经历过很多事情啊，因为人都是这样嘛，你还是会有求生意志嘛。虽然那时候生那么多病，就觉得，那活在这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如果你就算是你有一个公司，然后你有一些知名度、名气，然后你赚得到一点钱，可是那没有意义啊，因为你起床就是为了去治病，是哦，非常痛苦，所以就当然会有人会看到
朋友会看到说我介绍你去哪里去看病，所以我那时候中医、西医、物理治疗、什么食疗，对，各式各样的治疗，我只要有听到的我都去。对，其实我去的过程当中，我通常都带着一种我很好奇，到底我的身体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走到这里，想要听医生的见解。对，但是医生80%都是问你说你怎么了？然后说胃食道逆流，怎么个早上不舒服还是晚上不舒服？然后好就开始跟你讲说不要早睡早起啦，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啊，不要吃辣呀，不要喝咖啡啊，然后就开完药就让你回去吃了嘛。那感觉上比较治那些症状而已的，就是5分钟的一个治疗，但我无法理解，甚至我有时候去照肠胃镜，对，结果照完以后，医生说哦，那个肠胃干净的不得了，没有问题，连幽门杆菌都没有，看不见的问题，也没有胃食道逆流，竟然会胃不舒服，但是看不到，对，所以功能上有问题，然后结构上、实质上没有看到问题，结论是啊，我不是肠胃病，是神经病哦，就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啦，是这个意思。说的也是啊，对，然后后来呢，就说我开始就是慢慢的开始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治疗，从第一个开始记得是从食疗开始。OK，那时候有人就跟我说，哦，那个有一个老师，他可以用食疗来改变体质。OK，然后我就去跟一个叫邱景宁老师就开始食疗，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先是讲一些不能吃的东西。简单来说，加工食品不能吃。那什么叫加工食品呢？就是你看不到食物原型的就不能吃。了解。那第一个就是我每天早上都吃的面包就不能吃了。因为不是原型。因为我太喜欢吃面包了，尤其刚出炉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站在那个面包的橱窗门口，有没有？眼睛吃而已，嘴巴没有吃。哎，我也常这样啊。就是眼睛看看就当做好多年没有吃面包了，真的怀念面包的味道。对，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因缘际会，然后就是有去一个修行的场所，是，然后就开始教我们静坐了解定。然后我刚开始进去就觉得说，你静得下来？不是，我一进去，这个脚一盘我就睡着了，就上面的那个老师或者是讲什么都不管，他在讲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你是坐着睡的？对，我就一直不停的在打瞌睡。老师讲的你都一直点头。没错，老师很喜欢，非常有道理的，非常重。老师讲的很好，这样，而且还会撞到隔壁的同学。跟你眼睛闭着，你应该把上面眼皮可以画个眼睛啊。好，继续讲。这样也太搞笑。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了这个静坐了。刚开始会觉得说，静坐好像不错，对，蛮舒服的。至少可以睡着，马上。对，就好像我这样好像很好睡。是哈。那我大概静坐个3个月。突然就不睡了，就醒了，就可以开始听一些佛理啊、佛经啊，然后就开始去理解佛经跟佛理。你那时候静坐一次是多久的时间？那时候前3个月你可以做多久？每天大概半个小时。了解。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我静坐的第1个月，我不用吃安眠药我就睡着了。因为你在静坐已经补睡了。是这样吗？不是，你静坐的时候有睡吗？但是其实静坐是应该不可以睡觉的。然后后来你去，因为你这样很危险，你如果静坐的时候睡觉，万一摔下来撞到头，或者有些人他在睡梦中，他会误以为，来一个噩梦，他就以为是静坐走火入魔。不过我在那个打禅期的时候，我看到前面的长辈啊，每个人都像比萨斜塔一样，然后都是这样子做的，我就知道他们在睡的这样子，因为禅期是一整天的嘛，10几个小时。所以每个人都是斜的这样子，意思说这样子都在睡的意思吗？对，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跟彩姐一样，他们也真的睡着。那睡着，我们身体就好像没办法保持直直的，就这样子。有时候还蛮斜的，还蛮不容易的。这个功力也蛮够的。这有练过的，因为我们都是睡觉会头会往前这样子点。所以找到一个可以帮助睡眠的方法，就是静坐。你坐下去就睡着了。可是有些人坐下去念头很多啊，心思繁杂。你不会吗？你白天也会很会想啊，睡觉也会想，为什么静坐的时候反而不会想？静坐其实一定会把白天的一些思绪打算再想一遍，或者是埋在心里面
一些很深层的一些意念，它一定会跑出来。对，因为你这时候万籁俱寂，对不对？对，在浩瀚的星空当中，其实就只剩你一个人的感受嘛，对，那它一定会跑出来。对，可是那时候我们有被教一个方式，你说，就说不管出现任何事情，对，它都是隔壁家的人的事，它不是你的事。你要有一个训练是，你现在所有出现的意念，或者是那些 OS， 对，都好像是别人家的邻居在吵架，然后你就要说，哦，这不是我的事，了解，我要回来关注我自己。可是你刚刚那些念头本来是你自己的，那你把那些念头客观化、中立化，说，这些事情是柴智屏小姐的事，不是我的事。不是，他是隔壁家邻居的事，不是柴智屏的事。是啊，对，所以可以抽这么远这样子，就是抽离，是放下那些所谓的这些，因为那些都会过去。总之，那些念头出来，你把它解读成、认知成不干我的事，是隔壁的事。对。然后那些念头呢，没有办法跻身，那你就睡着了。对，然后慢慢的，就是把所有的放空嘛。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专注在自己嘛。对。所以专注在自己的意思是说，你就专注在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有时候放在这个法眼轮，有时候就放在心轮这边。有时候甚至肠胃不好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丹田。就是你找一个焦点。让心思有所依靠。对，就说不然的话，你脑子可能会飘来飘去的。你就找一个焦点放着。所以这也是可以练专心的方法之一啊。你这30分钟里面念头来，你把它搁着，然后你再把你的念头、你的专心放在你身体的某个部位，然后就怎么心就安定下来了。那接下来之前3个月你是直接睡着，那后来是可以不用睡着。后来就是对，维持在维持在一种很清净、很干净的状态，但是不是睡着的状态，没有比萨斜塔，没有没有，所以那种状态带来感觉，就是得到那种舒畅感，是没有做的人是不知道的，对不对？对，我相信没有做的人不知道。不过我周边有很多朋友，他们用不同的形式，有的用冥想，然后有的用一种像是气功的一种静坐，或者是很多练瑜伽的人，他们练完瑜伽，最后他就是会希望有一个好的 meditation， 做一种静坐冥想，把动跟静结合起来。对，那其实今天柴姐提到的这个关键的方法就是靠静坐，把他多年的睡眠问题，或者是身体哩哩扣扣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竟然一并解决啊！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这非常关键的一种养生之道啊。静坐它不只是解决睡眠问题，它有时候还会，因为你心安心定了嘛，它有时候还会解决的就是你不会那么焦虑。了解。然后当你没有那么焦虑的时候，你碰到真正回到工作领域上面，对，你就会比较冷静，然后你会在一个很客观的态度上面去判断事物，对，然后脾气也会变得比较好，然后也会比较理智，然后好像也会把你的智慧再提高。说的也是啊，就好像一匹马好像开始被受到这个控制训练了，所以这个心思如果用力用靠30分钟的静坐，以前是散乱的、急躁的，那心思散乱，身体也是乱的，所以自律神经失调，所以睡眠停不下来，就有靠30分钟的静坐来收敛练习如何这个安置自己的心思啊。那这个是很神奇的方法。那我之前也很了解这个静坐的功力，我提的是止跟观止跟观，一开始就是止嘛，就强迫自己放慢一点，光是能够坐下来闭着眼睛，那再能够撑2分钟，撑2分钟而已。那开始会有念头来呢，我是把它转换成图像，那图像会看到那些你担心的事情的画面，而且是禁止语言不要出现那个自我内心的对话。
好，就是只有一个 picture，一个照片，一个影像画面是这样吗？对，你关心的事情呢，有2种方法可以关心啊，一个是嘴巴语言关心啊，有时候你停下来，内心还是一直用语言在讲。那另外一种就是用看的，那纯看不言语啊，那你要维持那个图像在心里面，那就是观啊。那这个观会不会越想越气呢？哦，你就是不要用言语的气啊。就比方说，如果举例讲，你爸打你，对，那你就然看到后你就画面就是你爸爸打你的画面，这样吗？对，那你就看着你爸爸在打你，看不会气，会气，但是气归气，气也是可以气啊，尽量气啊，但是你不要再诅咒你爸啊，你打我，我好恨啊，然后我童年都被你毁了，我要报仇啊，怎么样啊？这些事情我不要再配合啊什么的，你那些语言就要收起来。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可以关注在一个画面里面，但是不要有 OS。对，你思考对不对？语言的算一套啊，就听广播就听广播啊，不要说把广播节目变成那个直播，就听广播就言语的。一个是纯影像就纯影像，不需要混在一起。因为比如说你看到你爸打你的画面，你就说我的童年好悲惨啊，我怎么那么悲惨啊？我完蛋了，我好痛苦哦。那些都是言语。那等一下，你刚刚还没讲完。如果今天我们把焦点放在那个图像，就是我爸爸打我，然后一直看，然后呢？然后一直看，你看你被打，对不对？你本来你以前只看到你爸爸打你，是从你的眼睛看出去的。对。你看到说，连你在里面，你都看到自己被打，就是有爸爸跟你，对，2个人在那个画面里面，你变一个像是一个观众或一个导演。对，你看到你自己被打，你也在那个画面里面，好像一个镜头放在上面，你爸爸跟你，那他打你，那你也在气，这一切禁止言语出现，禁止评论啊。但是你内心还是可以强烈的情感的啊，还是可以啊。然后你猜这个画面这么激烈、这么痛苦，画面会维持多久？有些人是一辈子的，没有，会不会？你这时候一直看那个画面，就算给你看5分钟好了，你也会觉得腻了。你是用这种理论，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对一个我心里过意不去的事情，我用客观的角度不停的看它，看久了我就腻了。你不能看，但是不能够有言语的扩散我的。你如果加上评论，加上言语你整个气血攻心，吐出一口鲜血来，那这样就没有用，是有害的。所以纯图像不言语。其实跟刚刚你说你自己在静坐的时候，当做别人的事，当做观自己，那也是一个办法。但是很多人在静坐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念头，常常都是不好的正常啊，前尘往事，所以才会说那个念头跟我无关。但是要有益的有帮助的、有疗愈的静坐就是念头来的时候不用怕，就是你的题目的第一名的题目把它变成图像看到腻，然后这件事情就搁着了。那下次如果再来，再给他看到腻，这是一个积极的办法。但是我今天讲的除了这个图像疗法，我是要接你的那个，你要讲什么？没有，我只是想要理解说，这是一个身为就是脑神经科博士的一个正式对观众的建议吗？完全正式啊，甚至我还开班啊。我们已经办了2次了，9月26号嘛，还要再办第3次。也就是说，用图像疗愈法来把你心里的旧的创伤、身体久病不愈的这个症状作为清理。这是一个有疗愈效果的静坐方法。但是今天从彩姐这边是听到静坐的帮助睡眠的事情。我常常说静坐是坐着睡然后不行，没有，因为我们不鼓励大家去坐着睡。我知道静坐是坐着睡觉的练习这句话比较好。然后呢，睡觉是这个躺着的静坐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你静坐所用到的方法，刚刚提到的方法，它没有禁止你想对，我说止观，它是用观来安抚你的那个念头所以你只要把静坐的功夫练好，好像大脑已经学会健身的办法，你大脑的肌肉就会长出来然后这个方法你练习好了，你已经很会控制你的心智了。那关键2招就是禁止语言，然后变成图像，禁止语言加强图像，
那这个方法静止语言没有图像，这要有图，那我就要有图像，加强图像，因为你只有在指啊，那我是强调观的。哦，那这个观的能力，如果这样子练好了哈，你睡觉就用同样的能力就好了。所以你现在这一招，你看你心智收缩、收放自如嘛。平常我们没有在练习我们的心智啊，那你每天愿意花你宝贵的30分钟去练习你的心智，就像每天上健身房，你30分钟，你每天学英文30分钟，你什么都变厉害了嘛。这倒是真的，我觉得人啊，人生就是要不停的练习、锻炼，这是真的，不管是肌肉、心智、进化，那的确啊，所以你看这个彩姐啊，以前在百忙、千忙、万忙之中，然后把自己搞得有点小乱啊，那后来呢，她靠静坐重新收敛她的心思，练习她心思使用的能力，那现在又活过来了，然后她现在也是活力满满的，好，你看这个，根本不像这个姐，我叫她彩姐有点不礼貌，因为头发我是白的，那我还叫她姐姐这样子。因为你是应该是少年白吧？对，儿童白啊。儿童就白了。OK， 好。那我们今天我想要看看我的朋友提什么问题，那我看不到，因为我今天有做直播嘛。是。那我难得做直播，旁边坐的是一位医学界的权威，神经。没关系，你朋友的问题啊。对，我想要看看他们问什么问题。有人在问问题吗？没有没有人问问题啊。没事，我朋友有一些问题。好，我现在这边是一些那个，然后我们这个他们一定是没有想到要开始问问题，觉得我们只是在聊天。了解。那我们今天这个跟彩姐呢来一起来回答这个观众的问题啊。那我就针对现在这些观众问题来回答。那你也可以再加以补充。好，首先，好，我们进入第3个单元啊，吴小姐的一个问题，采用方医师的建议停用的这些药物啊，包含镇静剂，那每晚睡前使用1颗美舒玉50毫克，效果非常良好，但反而就是早上起不来，已经睡了6、7个小时，仍然睡意浓厚，这是正常吗？那就是药效太好了啊。这个美舒玉地它本身不是镇静剂啊，它就是血清素第2型抑制剂，大家都有吃到1颗粉红色圆圆的，你吃半颗就好了啊，吃半颗就刚刚好啊。所以血清素不够，晚上无法熟睡。那你现在血清素够了啊，你睡太多，那就要减半颗，一切都 OK 啦，好不好？这是一个比较治本的药物了。那以前这些都镇静剂啊，那现在改成治本药物就得到效果。那这种知识尤其是美舒玉定这么单纯的药其实全台湾医生都应该要理解了，不要全部都开镇静剂给人家。那你已经找到你的路了，光这一招你的未来的10年20年就靠它来帮忙。那偶尔睡不着再加一点镇静剂，这是 OK 的。好，那这一题比较医学就没关系，这个很医学。第2个叫陈小姐她说常常很容易哈欠连连，打哈欠，有时候还很难停止啊。那这是脑部缺氧，还是睡眠品质不佳？你认为呢？你会打哈欠吗？我印象中打哈欠当然会，打哈欠是好像是身体在唤醒一个你必须要振作的一个讯息。没有错，那是属于比较生理性的还是心理性的？生理性的。介于生理跟心理之间你脑部不管是什么状况不佳啦，睡不好啊，缺氧啊，累啊，那他要告诉你他累啊，他怎么告诉你？对啊，他就用打哈欠。他就打哈欠来告诉你。那你打哈欠了之后，我好像有点累，你会不会这样觉得？会吗？你本来还不觉得你那么想睡觉，你既然打哈欠了，而且还会传染。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为什么打哈欠会传染？你也表示赞同。你是说我打哈欠，结果你也跟着我打，是为了是你赞同你也累了，还是你赞同我累了？他是老实说有一点巴结啊，巴结那个最开始打哈欠的人，真的还是假的？完全是啊，我觉得不可能啊，因为有时候是员工下属先打哈欠，然后可能长官才开始打哈欠。我下次教你一个办法，看谁的忠诚度比较高。你今天在开会对不对？好，那坐了5、6个人，结果你先打哈欠，
你发现有一个人第一个打哈欠的，他就跟着你一辈子的。哦，你就算没钱，他也是跟着你的最忠诚的员工啊。那一个死都不打哈欠的找个小事情就把他开除。你在讲真的吗？因为打哈欠只是一种社交行为啊。真的吗？你是说打哈欠不是一个脑子缺氧吗？脑子缺氧是你的事情，对，我的事。可是跟着打哈欠的人，然后跟打哈欠是一个社会行为，是一个 social， 是一个社会行为。哎，我这是第一次听说。所以你用打哈欠测试员工忠诚度，那个死都不打哈欠的你做记号，好不好 ？OK， 好，下一题。这个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论点。好，那你来看看这一题，你来讲一下。好，蔡小姐说。同事强势、没礼貌、爱偷懒，严以待己，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我们互为职务代理，我身体不舒服，想请假，他说我装病。回想很想气他，很想揍他，看他过得好，更不平衡，怎么调试？是不是刚刚用那一招啊？就想象那个画面就好，就想象你被欺负的画面，对不对？然后想象他平常在公司就被欺负了，回去没事，竟然还把那个画面调出来继续看。再欺负一轮，重复欺负，然后你就习惯了，对不对？有一个大概40几岁去算命的，然后就说，你这个命不好，然后那个他就后来又算说，那我50岁会怎么样？他说你50岁就好了，他说50岁就变好了吗？没有，就是习惯了，意思一样，就是说。习惯就好了，是吗？那有些人因为肚子有点胖啊，身体有点胖，他就会担心说，我变胖了，那你就劝他说，就习惯就好。说，你不用担心啊，因为你以后会更胖，你现在应该开心才对。你这个人论点都跟人家不太一样。要是我的话，我就会去非常谦卑的去问那位同事，请问。我到底有哪里什么地方做的不好，然后让你要这样子对待我？我跟你讲，这个同事本身就有一点心理上不是很稳定的人，然后他对所有人都不太好，甚至他对家人可能问题更大所以他本身就是在找敌人的人，充满了火药，就你还把他点燃。那你要把它成为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不是语气不，这你的语气不是这个。我了解，但是我跟各位讲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正常人，那跟你有心结，那你可以去跟他谈，你解开这个心结，这是一种。前提是他是正常人，他看起来都很正常，家庭和乐啊，朋友其他都 OK 啊，但是就是对你有点意见，他可能你之前你跟他有点误解，让他很不爽你，他找机会一直在报仇。如果是这种情况，的确是要谈。但是有些人不是啊，他跟所有的人都不合啊，他办公室里面的炸弹啊，然后呢，这种人你要特别去跟他协调，你又不是心理科医师，连心理科医师都救不了他。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人他。也许是专门，就算他专门针对你好了，或者是针对所有人，但是这是你跟他之间的事情嘛。但是如果他这个炸弹已经爆出来了，我们两个之间应该就没有问题。我碰到的案例很多的都是，越是不讲，然后呢越是看不顺眼，然后越是心里的 OS 越多，然后两个人呢就变成那个矛盾就越深。好，那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说你不要想要去改变他。让他变成一个，我想要让他知道我有哪里不对，我要改变我自己。没有，你与其你要改变你自己，你去配合他你不如让自己变得更强势一点。人家说这个什么3分鹰派7分鸽派，3分鹰派7分鸽派。你今天要去跟他讲说，我哪里有得罪你啊，买个礼物送他啦之类的，这有时候没有用啊，因为他本身的脾气个性是不对劲的。你反而呢，该硬的时候要硬，然后让他觉得说你也不能够随便欺负的，然后欺负你强势的同事，说不定是一个没有信心，然后的纸老虎而已啊。也有可能啊，但是你要去观察一下
到底是真老虎还是假老虎啊？好，你如果不是武松哦，不要随便上山啊。反正我是这样觉得啦，不管要用哪一种方式处理哦，就是自己生气跟想要去诅咒别人都是负能量，这个对身体不健康，这是我的建议。我觉得你要设防火墙，也就是说尽量少接触吧，因为你没有要改变它嘛。这种有不稳定的人谁接触多谁倒霉，因为他就会一直黏上，因为他本身就有一点想要找茬的情况，所以第一个设防火墙，你也没办法改变他的，那你也不能讨回什么公道的，他只是想要跟你割底而已所以你不要自己去踩那个坑你踩的那个坑，你就在替别人背了。本来办公室他可能都不爽，只有你去对抗他，他就全部针对你，所以你要跟他保持距离，跟他保持距离，这是我比较龟的想法。因为我人生都很失败，所以我都很龟。所以我都劝能够龟就龟，能够躲就躲。我想这个才解人生比较往前冲。我走积极路线，不是冲，但是我不希望。你没有吃过亏吗？你那么冲，一定有啊。你没有学乖吗？有两种，一种是说你知道你在这个人面前会吃亏，然后你就要当做说这就是我本来就要给他的，就算了，因为你自己不能够跟自己心里过不去嘛。有一种是说这个人我很重视他，所以我必须要去跟他面对，我想要跟他之间能够解决跟圆满，那我就要去跟他协调。好，就看你要选哪一种。好，首先最后我要替这个蔡小姐，她问说怎么调试第一个你要认为他不是只有针对你而已，他这个人呢可能本身脾气有问题，或者精神情绪有问题，所以你不要以为他针对你。第二个呢，你要跟他保持距离，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要跟他和下去，只有跟正常人可以和下去跟不正常和下去他会很高兴。第三个，这个你被他欺负之类的我看有时候你真的要吞要忍让，因为你看那路上有疯子，你不会想要去救他嘛。第四个，你自己稍微要强势一点要威严一点，让他不敢随随便便碰你，保持这个威严感。第五个，为什么呢？他对你会产生这么大的压力呢？你可能自己老实说，这个以前有心理上的创伤，你有一些怨恨，那这时候呢被人家小小的欺负一下前尘往事全部一起爆发了，所以你是把过去的账有时候会算在他头上。我以前被欺负，为什么我现在又要被欺负呢？我为什么永远都在被欺负呢？是这样吗？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会把过去的恨、自己的委屈全部加注在这件事情上，那产生的这也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帮助了解自己的，好不好？好，来李小姐，好，我来讲我儿子24岁，有亚斯伯格症社交焦虑让他难以适应研究所，甚至仇恨人群。目前使用安定稳就镇静剂，每天还坐禅呢，就跟我们彩姐一样有静坐，仍然十分的忧郁。虽了解仇恨无益，却不愿意放下。那本来是亚斯伯格症，他就是对人际关系很敏感所以他们的方法就是选择放弃人际关系。所以亚斯伯格症如果人际关系不放弃，他只会不断踩雷而已对不对？像我们柯市长柯市长如果他乖乖的当他的号称亚斯伯格症，他一辈子在台大地下室4楼也是活得好好的还可以继续凶丢病历就硬是要出来今天不晓得状况怎么样，当他的学生还蛮关心的，一直在追手机好，所以你儿子有亚斯伯格症，他本来对社交就有困难，结果他果然踩到很多雷然后呢产生挫折感，甚至用仇恨来形容。那我还是比较龟的解法，就是说这个既然没有这个本事去接触这么多人群，不如就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对自己对别人也都是有帮助的。我们没有人规定说人一定要朋友四海的，自己过简单过，一小群人过，了解你的人过也 OK 以前那个柯市长跟他那个姚立民见面听说见完面一下楼梯他就直接走了，连再见说都没有。那姚立民吓了一跳，那其实这是很标准的亚斯伯格那
你如果了解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就不会觉得说他对我不礼貌。所以你要交一些可以理解你的朋友，这样就可以了。好，沈先生，请问医师，我的小孩2岁10个月，注意力集中，记忆力也好，但却很调皮，会刻意抓人或破坏。事后检讨会说是调皮蛋，我该怎么做？哎，我怎么做？我直接跟你讲，就是你陪伴的时间要增加，你安全陪伴的时间、关注的陪伴的时间要增加。他有时候用这种调皮方法引起人家注意。我讲一个例子啊，我的小儿子大概小学那个幼稚园的时候，他会把那个筷子啊、汤匙丢到地上，你把它捡起来，然后他就丢在地上。他到小学来做这件事情，还被老师说他有病这样。为什么他要重复做？因为他发现他丢在地上有人会帮他捡，他会得到关注，所以故意做一些让他得到关注的事情。所以他送出来的讯号是什么？我需要关注，我需要关注，我需要关注。那关注不是你在那边滑手机让他在那边爬的，你就看他在爬什么啊？如果怎么样，你跟他鼓励一下，他就会觉得这个量要吃饱了，他就不会调皮捣蛋。试试看，如果有效要跟我讲。好，那最后呢，有一些观众投稿的问题啊。台南的朱小姐，珠宝的珠，她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在多人聚会的上台见证，一上台整个头像爆炸一样，痛到差点晕倒。那下台整个颈部紧绷，隔天晚上冲热水澡，又要再次爆炸，为什么？为什么？他怎么一上台就快要完蛋？是不是太紧张了？一定是太紧张了。肾上腺素爆炸了是吗？肾上腺素本来就很高了那遇到刺激可能更高是事实。但是肾上腺不是肾上腺，它是甲状腺。甲状腺本来它都刺激我们身体嘛，但是它不是突然刺激的，肾上腺比较会突然，所以跟那个病只是说你的基本盘水位比较高啊。那当然你上台你本身就很有压力啊。你上台见证你是这个基督教徒吗？上台见证，然后头快要爆炸，你会觉得神灵附体吗？充满灵性吗？那也有可能只是一个商品，他们是做业务的，也有可能，商品的见证。那因为你有压力，然后你整个脑袋你的那个内心那个内在的自我啊，他受不了了，他已经落跑了，他已经瘫软了，他已经昏倒了，结果他怎么样来表示他很害怕？他又让你头很胀痛，很胀痛，他真的发炎了呢，他分泌发炎的物质让你胀痛呢，所以他在喊救命呢。你内在脆弱的自我在喊救命，而你这个嘴巴上的我还在那边撑，甚至你虚拟的高人设的我还在那边假装说我 OK 我 OK， 结果那个高人设的我跟这个内在脆弱我距离太远了，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招啊，你在上台前你就跟自己的内在讲话，说这个小猪你是朱小姐嘛？小猪我跟你讲我待会上台我不会太勉强这个让我讲几句话你不要吵不要闹如果你不舒服我有点感觉我就会下来你不要太极端的手段 OK 可以吗？那这时候别人看到你一个人要上台在那边喃喃自语，因为你有精神上的毛病，这就在跟你内在讲话嘛，那上去就会没事嘛 OK， 所以你不要以为因为他不会讲话，所以他用这一种方式来让你知道他快要不行，你要听他的话，配合他。OK， 台中小云小姐本人有轻躁稍微轻微的躁动，躁郁症的躁，从高中到现在大学毕业3年了，一直梦到她被关在教室走不出来，那旁边有人但帮不上我，梦醒之后十分的难过，让我心情沮丧。请问如何用图像疗愈自己？你觉得这个被关在教室的画面，这个梦有没有意义？你在问我吗？你问你。
那也许他真的有些什么事情是他没有跟别人倾吐，然后他有压抑在心里面的事情，反正一定有个什么事情。总之被关在教室里，然后被关起来，走不出去。那他这个是个重要的讯号。他说旁边有人，但帮不上我，表示他平常应该是一个觉得很无助、很没有自信的人。而且还真的有那种比较没心的人在附近，然后遇到别人困难也不帮他。他曾经有类似的经验就对了，然后他把它凑成这个故事、这个画面，然后来回忆这样子的一个受伤的过程。那你这样子的图像，那你是不是一定有类似的这个经验？其实倒也未必。有时候我们脑袋真的编剧能力很强，像你自己也是在做编剧啊，写故事啊，每个故事都要你亲身经历或别人的故事吗？有时候也可以无中生有啊，对不对？所以你也可能是无中生有啊，你只不过是你想要告诉你自己说，我被困住了，而且没有人要帮忙。这的确是这样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脑袋睡觉的时候要搞这种梦来吓你？为什么？让你预习这样的梦。其实在做这个梦的时候，你虽然有一点点那个忧郁沮丧，但它是一种安慰的，就好像你去心理师、疗愈师前面讲你的故事，那你虽然还是会有点悲伤啊，甚至哭啊，但是你讲完之后，你会觉得有释放的感觉。所以做这样的梦，就是在做免费的心理疗愈。那你不但不要放弃它，还要加强它。所以你半夜如果醒来，以方医师的方法，我都睡觉戴眼罩，我继续在观想刚刚那个梦。我不但没有躲避，我还正面回击，说我再进入，我再进入。你不是走归宿路线吗？我在梦里面不怕我就继续在梦里面再走进去，再走进去，把刚刚的画面调出来。好，那如果你真的对于图像思考很有兴趣也可以来参加我们9月26号下午的图像思考的讲座。是要缴一点小钱的，买卤蛋的钱的。好，桃园的小华小姐，这里比较医学的，我来讲。她说有吃过很多睡眠的药，都没有办法改善睡眠的中断，没有办法再入睡，醒来就没办法再睡了啦。那但又不想使用关掉大脑的安眠药，半夜再吃一颗安眠药，有些人会这样做啊。请问睡眠中断无法再入睡，也是一种先天的体质吗？没有那么先天啊。你看小孩子都一觉睡到底了，叫起来就又睡了，所以本来就很会睡的，到了比较中晚年以后，睡觉能力降低了。你知道睡觉分4、5波嘞，然后呢，每一波都要接得好好的，就好像那个交响乐团，一段一段一段都要接起来。然后晚上如果有一些这个有人没有做好，有人工作没有做好，就不能连续了，包含像血清素啊，甚至这个食欲素啊。但是你说你都吃过了，所以药物本身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哪里？半夜醒来睡不着，那就是你的思考方法不对。方医师说，整个晚上大脑都是在用图像的，都是做梦的，都是后脑的，绝对千万不能够打开前额叶，也就是不能够出现语言文字语言对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晚上睡不着觉，可以想象图像，完全是图像不可以有小剧场，不可以有 OS， 完全不能评论 OS 计划说明都不可以你就戴上你的眼罩，那你完全处在黑暗当中，准备来一场纯图像的大戏这样子你就可以睡着了。你不但是不用停止思考，你越想越看越睡着。你现在缺的就是这个，而不是这些。你即使吃了这些药，你再拼了命去想说我明天要怎么办，那件事情要怎么处理，你还是一样睡不着，我给你保证。所以你的大脑用力的方法要对 ，OK？ 好，我们再回答2个问题，好了
与你的 ED 先生，母亲年纪大了，越来越怕热，要开很强的冷气跟风扇，是不是内分泌出的问题？当然啦，我们体温的调节也是一种生理的能力，那也会退化啊，所以该流汗不流汗该不流汗一直流汗，这是这个体温调节中枢的退化，那这怎么办？这个怕热嘛，如果真的开冷气还会热，那真的有点鬼了是什么样情况？很冷，开冷气还会热。很多人那个胖或者高血压就会上半身就燥热。有可能或者甲状腺代谢太强啊。像你的甲状腺亢进症拼了命制造那个热啊，因为甲状腺就是在燃烧我们的这个身体来制造热的，所以先去抽血验甲状腺这个很可能有问题台南的玛吉小姐，来，请说。那是 Maggie， 不是 Maggie。好，我有耳鸣，经期前也有自律神经发作的问题，胸口、手脚麻、胸闷、头晕。治疗的医生说自律神经失调，不用吃药。耳鸣检查有点退化，有开 B 群，请问要吃 B 群吗？要不要吃 B 群？我觉得 B 群就看状况，但是我认为有运动大概就会好了。那可不可以随便吃 B 群，来强化神经？这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吧？如果他本身精神状况很好，干嘛还要再吃 B 群？B 群说对神经不错啊，吃了有病强身，没病补，没病。这不是有分什么 B2、B12、B3？ B 群就全部都在，都在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不吃饭，他是不是会 B 群？不是，一个人不吃饭，然后他就营养不良。假设吃饭就代表吃一碗饭代表说都不吃营养不良。生病了，对不对？那既然吃饭可以改变身体，让他不要生病，那我吃10碗饭，那不是更健康吗？就变成大胖子，然后就生病了。所以不是说好东西你给他吃10倍、100倍。一般B 群在台湾，民国100年卫福部就过全民普查，没有人缺了。我平常在门诊抽血几乎都没有人缺 B 群，然后大家都在补 B 群，以为是好康的。结果吃以后，血液里面大部分一吃就高一吃就高 ，B12 很高 ，B12 很高，里面 B12它是会累积在肝脏的，B12最毒所以台湾这几年那个癌症的存活率都是倒数的，我们活得越来越短命了，然后癌症存活越来越短，跟 B12很有关系。那因为神经的疾病、情绪的疾病，医生不会看，一律开 B12。然后呢，自己也去买 B12，以为好康的，结果呢，搞到自己身体癌化，因为 B12就在做 DNA 的嘛，的一个关键步骤。讲到这一题这个 Momo TV 可能这2天已经上了一个叫保健食品可不可以使用 B12有毒吗之类的，那个题目是这样，所以有兴趣你去看那个小宇宙大爆发是不是？然后 Momo TV 他叫我帮他宣传一下，那讲保健食品包山包海的，方医师讲的可以听听看。那至于你那些情绪、自律神经的问题不是靠 B 群的，你要靠好，你的生活要规律，睡觉要睡好，有睡眠问题把它搞定，因为睡不好，自律神经就飙得很高嘛。那再来有情绪的问题加减把方医师的节目看一看，那应该可以有帮助，自我疗愈。但我还是鼓励那个多运动，但运动当然要看个人的体质啦。因为我在猜想，刚刚那个 Maggie 小姐看起来像没有长期在有运动习惯。比如哪一种运动？像她，因为她会有什么胸闷啊、手脚麻，就表示很多都不循环吧。那我觉得这种蛮适合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练一点，找个好的老师练瑜伽。了解，就以伸展为前提的瑜伽，不是那种可以让你慢下来的瑜伽。对。基本上，如果你没有钱请老师，或不晓得怎么做瑜伽，或者是买不到适当的瑜伽服的话，要穿瑜伽服吗？没有人规定一定要瑜伽服才能练瑜伽呀。或者还来不及买瑜伽软垫的时候，方医师推荐
就穿上你的布鞋出去走路吧，因为你走了1-2个小时你身体过多的能量都会用掉，像你这个能量多到让你胸闷、心悸、手脚麻，你就把它用掉就没了啊。所以你走2-2小时你就等于吃了一颗镇静剂了，整个都放松了。那动的要做，静的也要做啊，就是学习采姐的这个收放自如的静坐，不要说30分钟啊，先从做10分钟开始，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不浪费时间了。OK， 最后一题，新竹的小郭小姐，来，对，希望人生以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自生自灭做终结。65岁以后，面对疾病，小病求医，大病放手，登出方式，打坐断食善终。以方医师现代新佛家的观点来看，这算自杀吗？这个人的题目真的很实在这还蛮有这个看法的一个人生方医师说这个算自杀，但我是鼓励的，这叫精神性的自杀，不是肉体的自杀。Okay. 我常说50-60岁以后的人生算多活的，因为我们没有生育能力了。以生态系来讲你看那个在海上的小卷他们浮到海面上交配，交配完以后直接坠入深海自杀。所以所有的动物没有人在过晚年的生活的，也就是没有生殖力的生活，找不到。所以人类现在像我们这样没有生殖力，还坐在这边开节目，这个是多余的，天地不容的对，是多余的。所以呢，我常说肉体的死亡之前我们要先做精神性的死亡。我们从现在算第二人生多一天算一天开心就好。那不是说很自我、无我，然后这个自在那你刚才讲的自治嘛，自给自足的方式嘛，对不对 ？OK 的啦。但是我不是叫你去自杀啦，你打坐断食就是一种很极简的生活，生活方式极简，那你精神上也极简，甚至无我那我们就做精神上的自杀，然后肉体什么时候要走就随缘你就算好好的养生也是活到平均年龄这样了解吧？好，那以上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今天我是很期待跟彩姐做这种面对面的沟通，因为她的反应的灵敏这个是算是少见的仙人等级的那我静坐超过10年，的确会容易脑子不容易退化，有很帮助而且不容易散掉你一天24小时，你花半小时，就是1/48拿来静坐，非常值得，因为你让它整理了。我们脑袋不是怕越来越退化少，我们是怕什么？怕乱，东西越来越多，越乱了，乱了。我们脑袋少无所谓，我们记忆力不好无所谓，但是不能让它乱掉。你看我们讲话来看节目，方医师讲话就是不乱嘛，不是这样跳来跳去的，我始终如一一本初衷好，那最后还是跟各位讲9月26号付费讲座，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那个这个地方报名这 QR code 上面报名不会报的就叫家里的年轻人帮你报。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柴智屏我们的好朋友来跟我们分享，那以后还会常常看到他